A huge iceberg nearly the size of Greater London broke off near哇塞，你听说了吗？就在我们忙着喝咖啡、刷微博的时候，南极洲那边发生了大事。一个巨无霸冰山，咱们说的是大如一个伦敦大都市那么大的家伙，竟然就这么啪的一下从南极冰山上掉下来了。这已经是这2年内的第2次了，就像大自然在告诉我们，嘿，看着我，我就是这样在变化的呢。英国的南极研究团队人员说，这其实是冰山形成和掉落的自然过程，但这背后的意义嘛，可不简单。提起南极洲，那简直就是个充满神秘的宝藏地。尽管人们对地球的许多其他角落都研究得差不多了，但南极洲啊，那可是个例外。它就像被一层神秘的面纱遮住，冰山和冰原之下藏着的秘密，至今还没人能完全揭开。就在最近，埃隆·马斯克这位大佬又给我们带来了一波震惊南极洲的恐怖真相。你可能会想，南极洲的雪下面会藏着啥？咱们能从这片神秘的大陆上学到什么？还是应该对马斯克先生的发现感到恐惧，赶紧躲起来？别急，今天我们就来揭开了这层神秘面纱。毕竟，对南极洲视而不见的日子已经够久了。说到南极洲，它可不是个简单的地方。这片位于地球最南端的大陆，常常被形容为未知之地。当然了，这跟它那崎岖的地形、严酷的天气，以及人类对它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有关。南极洲不仅是世界上第5大的大陆，还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是好多迷人野生动物的家。我们能从南极洲学到的东西多着呢，但直到现在，我们的技术还只能探索到一定的程度。科技大佬埃隆·马斯克，神经连接、特斯拉和 SpaceX 的创立者，他就像是个永远对知识和理解有无尽渴望的探险家。最近刚刚揭示了南极洲背后的可怕真相。长久以来，科学家们都对南极洲冰下的秘密念念不忘，可惜他们只能派遣有限的人手和资源去那儿探索。说实话，南极洲的人口最多时也就几千人，那里可不是个适合常住的地方。但即便条件再艰苦，科学家们还是在斯科特海深处找到了一些惊人的东西，几千年前的 DNA 样本。他们从海床下超过584英尺的地方找到了这些样本，猜测这些可能来自硅藻，一种会光合作用的浮游生物。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全球其他地方找到的远古 DNA 都能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但南极洲的这个发现为啥这么受关注呢？原因其实和南极洲那难以居住的气候有关。科学家能在这么冷的地方找到几个世纪前的生命形式的 DNA， 这说明了什么？没错，曾经有段时间南极洲可能并不那么冷。当然啦，这只是个理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下一步，科学家们要去挖掘雪下的化石和其他植物、动物的遗骸，来巩固南极洲曾经适合居住这个理论，并且找到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在这个冰冷的大陆上，生命曾经是截然不同的。哇，想想就觉得刺激。你绝对不会相信这帮科学家干的疯狂事。一群研究员勇敢地像电影里的探险家，竟然直接冲进南极洲深处，就为了挖掘那些令人兴奋的秘密。他们的旅程，哇塞，得过5天在德雷克海峡航行，那可是世界上最凶险的海峡之一。但这帮探险者对知识的渴望比南极洲还要冷酷，他们最终抵达了詹姆斯·罗斯岛，这里就是他们的挖宝地点。在那里，他们居然挖出了一些超乎寻常的东西，证明南极洲曾经有生命。想象一下，他们在那冰天雪地、机器都快冻僵的条件下，还是坚持不懈。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像是走进了死胡同，但就在他们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竟然发现了白垩纪时期的动植物化石。
这些化石告诉我们，大概7100万年前，南极洲是生命的乐园。但故事还没完，他们还发现了一种类似甲虫的有益生物，估计是2100万年前的老古董，还有一种几百万年前的古老蠕虫的精子细胞。这些发现简直是要把我们对南极洲的认识彻底颠覆。这些科学家们现在可以自豪地说，南极洲以前和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样。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曾经是绿意盎然的乐园，动植物的天堂。有迹象表明那里曾经有热带气候、河流和地貌，这些都是恐龙和鸟类曾在南极洲生存的证据。实际上，如果南极一直保持现在这样的模样，那些生物是不可能在那儿生存的。这些发现只是个开始，下一步他们要探索那冰冷的南极海床世界。2021年的一次远征，他们竟然发现了冰鱼幼虫的遗骸。在南极洲的维特尔海，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超级大的冰鱼群落，估计有超过6000万条鱼，其中最多的是约尼尔的冰鱼，这种独特的生物数量惊人。而且2021年他们还公布了海底探险的录像，本来以为就是普通的探险，但竟然在视频里发现了南极海底下的海绵生物群落。这一连串的发现说明，南极洲曾经是个繁荣的热带天堂。而直到2022年，在拉森冰架上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凹槽，这简直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冰冷的荒地其实藏着一段辉煌的历史。这群科学家在南极洲又掀起了一波热浪，他们相信那个奇怪的凹槽可能隐藏着一个未知的湖泊，准备把这新发现塞进他们那已经爆满的数据库里。但等等，他们在那儿发现的东西真的太震撼了。想象一下，在冰冷的河底下，竟然有一整个生态系统，里面有优雅游动的像虾一样的甲壳类动物，这简直是大自然的神奇。虽然这个团队在这场冒险中被无数次赞扬，他们能在雪下找到的东西还是有限的。记住，南极洲不仅冷得像冰箱，还藏着几个地下火山，随时可能爆发，有时候甚至是几个一起来。这意味着那些勇敢的研究人员得飞快地行动，同时还得小心翼翼，别破坏了那脆弱的海床生态系统。在他们附近收集信息时，他们的传感器竟然探测到了来自汤加海底超级火山的地震波，那是个海底火山。他们在观察火山爆发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如果说南极洲的原住民被一系列的火山爆发给消灭了呢？如果这些爆发彻底改变了那个冰冷大陆的面貌呢？南极洲到底发生了什么？每次新发现出炉，这些研究人员就得回到他们的绘图板，制定新的任务目标、行动方案，为了更多惊人的发现。其中一个发现就是海底下有一个长达1200公里的山脉，其中的 EC 峰高度大约是珠穆朗玛峰的1/3。尽管这些研究人员不能亲自潜入那冰冷的海洋，但他们可以和太空机构合作，利用卫星绘图来揭示更多关于南极洲海底山脉的细节。通过重力绘图揭露的信息，帮助科学家更深入地了解南极洲在 1.8 亿年前是冈瓦纳超大陆的一部分。如今，尽管过去的 1.8 亿年里世界其他地方的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南极洲可能经历了最灾难性的变化。科学家推测，这种变化发生在大约3600万年前的新生代时期。他们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导致了二氧化碳水平的下降，从而导致了平均温度的下降，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结果。今天的南极洲，一个被雪完全覆盖的大陆。另一种更普遍接受的理论是，温度变化与海洋洋流有关，起源于德雷克海峡的加深。这个理论还需要更多研究，而马斯克在这里就起了作用。通过他的公司如特斯拉和 SpaceX， 马斯克推广可持续实践和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这些技术可能在减少全球碳排放、缓解气候变化以及间接保护南极洲脆弱生态系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马斯克在 SpaceX 中显而易见的太空探索兴趣，
也可能提供对理解和解决地球气候问题的全新视角。哇哦，想象一下，像马斯克的这样的革命家，凭借他们的太空专业知识，都能搞清楚德雷克海峡加深的原因，还有那些变化的海洋洋流是怎么让南极洲的二氧化碳水平起了大变化的。最新的气候变化理论指出，南极洲观察到的这些变化其实是几个世纪硅酸盐风化的结果，听着就像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不过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不是小事，它的回声甚至在今天都还在。2023年，南极洲这个冰冷的大陆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温度变化，北极圈周围的温度上升了6度，这是近年来的最高纪录。虽然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科学家来说，这可是大警钟。更震撼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冰山 E76 竟然从南极冰上大陆上崩裂了下来，现在在海洋里飘着呢。这么大块的冰山在海上游荡，这可不是好兆头，无论它去哪儿都可能引发洪水。冰山脱离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海平面的上升，这可是全球性的灾难。想想看，我们讨论的这个冰山高度和帝国大厦相当，如果从冰架上掉下来的冰山还可能威胁到南海的船只。而且随着这些冰山融化，它们会把淡水释放到海里，改变海水的密度和温度，这可能会破坏全球海洋环流，影响现有的气候模式。在这样一个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像埃隆、马斯克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就显得特别重要了。作为一个非凡的科技大佬，他参与了很多解决环境问题的倡议。虽然马斯克和南极研究没有直接关系，但他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了对抗气候变化的技术和努力上。他对可持续实践的支持，还有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都和缓解环境挑战的大目标是一致的。马斯克的参与可能体现在支持解决气候变化的技术上，探索创新方法，或者倡导解决海平面上升的解决方案上。马斯克的影响间接地为减轻气候变化和南极洲冰川动态的更广泛讨论做出了贡献。南极洲虽然是地球上探索最少的大陆，但它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地球地质历史提供了关键的见解。加强探索对解锁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全球过程的科学奥秘至关重要。南极洲的冰芯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气候记录，它的孤立性使它成为研究极端环境的理想实验室。加强探索可能揭示新的物种，帮助我们理解生命是如何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存活的。此外，随着气候变化的加速，理解南极洲的动态对预测和缓解其对更广泛环境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更全面的探索对于保护这片原始的荒野、推动我们的知识发展、造福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的。感谢您观看这个视频，下次再见。